拿酒来，我给林教头把盏。你不该欺人太甚，自惹难堪。教师这回受伤又折了银子，当知道骄傲即是羞愧。你受了伤，行动不便，赶快服点药吧，免得日后落下症状。你们几个把教师送回庄上去。 把地上银两捡起来，奉送给林教头。是。教头，棚子里请。咱们今天痛饮几杯。林教头，来，教头。哼！教头，有请。我不能拿这袋银子。林冲不是贪婪之人。 我只想要回我那10两银子。洪教头，且慢，请把大官人借我的10两银子还给我。师傅不可杀人！教师，你打不过我的，再打就是自取其辱。把银子给我，我卖个破绽给你。今天就摆成较量成平手的姿势，怎么样？日后你仍能在大官人的庄上行走。打不过你，我杀得了你！你这个贼配军，身披枷锁，赤手空拳，我看你能撑得了几时？
是你自取其辱，逼林冲要银子，还想要我的命？林冲羞辱我，就是羞辱柴大官人，羞辱庄胜的媒人庄客。你们平日里口口声声都叫我师傅，这会儿怎么能冷眼旁观呢？给我杀！大官人，快点停手，不要伤了牢城人犯呐！你们只管让林冲施展本事。你们看他的脸上有丝毫的怯色吗？也好让这些欺负赤手空拳、披枷带锁的人知道，欺人是自辱。好个豹子头林冲！惭愧！教头心里可是只想，这些人都是我的门下，如何叫小可的面子上过得去？设法叫他们赢了，又不失自己性命吗？大官人知道林冲所想。林教头真个是，生死关头还能替他人着想。我柴进好酒好食相待，百般尊宠，为的就是让教头使出真本事来。要不就是我柴进有眼无珠，是不是让我柴进抠出眼珠子来，扔在地上，扔在土里呢？好，那林冲就以棒作枪，看林家枪法。好，那10两银子
是林冲忍气吞声，不顾80万禁军教头颜面，咬牙闭眼出言，向柴大官人乞讨借来，只为送给牢城管营，不被棒打致残，换得日后能挣扎着活着回到京城，与妻子团聚。他是戴罪立功，找回人的尊严，实在是迫不得已，多有得罪。你这人好狠！每次出来打猎，都不能让我尽兴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难过在哪里。这次出来狩猎，眼见这野外凄凉，草都添了黄，连那兔子身上也都是霜啊。这些猎狗身上也都褪了毛。大官人，是不是在苦恼不能为国家做事，要做个大宋的孟尝、信陵君，又不是楚楚？林教头，知我者，林教头也。只是不能请教头到我庄上，一连住上几天呢。大官人，林冲还有一事相求。林冲家眷还在京城，还望大官人有空的时候，帮忙照顾一下。此事好说，全都包在我身上了，你就放心吧。林教头，就此别过，你多保重。大官人，请带话给我娘子。林冲甚是思念，刻骨铭心。快走！大人，人犯带到。你是新到的犯人。太祖武德皇帝呢有旧制，凡是新来的配军，必先驮起来，吃100杀威棒。如今呢，你既然感冒风寒，又未曾痊愈，这100的杀威棒呢，权且记在账上，等以后病好了，再了却了吧。多谢周全。
我这里有10两银子，麻烦送给管营大哥。哎，好说好说。林教头是个好男子啊，刚才我亲眼看见你的好本领。日常的洪教头与牢城营里有本领的人较量，都战无不胜，好生了得。教头你轻易胜了他。林冲，知道差拨哥哥心里想说什么？差拨哥哥想说，以林冲的本领，要打要逃都不是难事，怎么可以忍气吞声的留在这里？正是。林冲答应了自家娘子，有朝一日能够团聚。要不是为了再见自家娘子，叫他心里没有嫁错人，怎么可能支撑到现在？娘子，有钱可以通身，赐予不差。再假使你每日不知愁，不施忧，只管叫我说笑。是林教头吗？林教头，小二啊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这天寒地冻的，到小人店里叙旧吧。店？你在这儿开店？是啊，自从得了林教头的救济，小人便来到沧州，投奔了一个店主，姓王，开了一家酒店。恩公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恩公，您请坐，我给您倒碗热茶。来，恩公，喝碗热茶。好。哎，屋里的，快出来！来，快来拜见恩公。恩公，这位就是80万禁军总教头豹子头林冲，林教头对吧？对。汗颜汗颜，再不可这样称呼了。怎的？我夫妇2人正好没个亲眷，今天恩公的到来，真是从天降下呀！林冲是个醉酒，害怕玷污了你们夫妻2人的名声。哎呀，恩公的大名谁人不知？这是我们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就是啊，以后有什么衣裳就拿到家里来缝补浆洗，名副手镯，还能做些针线活。对，酒好香啊，自己酿的。哎，5年的窖藏，恩公稍坐，我给你拿酒来。我给加把柴火，把炭火烧旺啊。哎。
小二，快，我好饿。林教头，来碗热汤，快！好嘞。恩公，来，喝碗热汤。谢了。恩公啊，我正要去找你，有要紧话和你说。什么事啊？哎，刚才从东京那儿来了2个尴尬人，在我这里请管营和差拨吃了半日酒。我听到差拨说出高太尉3个字，小人心中疑惑，就请我那浑家听了1个时辰。哎呦，几位客官，可是要吃酒啊？店家，哎，这一锭银子够你这小店1年的开销流水了。哎呦，这小店我包下了，任何外人不能再进来。好，我这就把酒幌摘下来。哎，几位慢点啊！来，几位客官，喝碗热汤。来，请。来，您喝点热汤。这个赏给你。哎呦，谢谢。几位慢用啊。那2位就先走一步。行，那我们就先走了啊！谢谢。哎，哟，客官要走啊，慢点啊。那我们也走吧。哟，2位也要走啊？来，慢走啊。慢走啊！店家啊，你把银子收好，千万别丢了。哦，好。慢走，几位慢走。临了，这管营和差拨嘴上答应说，都包在他2个人身上，好歹要结果了他。那2个从东京来的人，还将1大包银子递给管营与差拨。他们吃了一会儿酒，各自散了。临行前还给小人1大锭银子，够小人做1年买卖的。我琢磨，要不是有事，怎么会平白无故大方？小人平日常听说，高太尉对你的陷害，怕是……那东京来的2个人，长什么模样？年长的白净面皮，大约30来岁，有胡须；年少的紫糖色面皮，没有胡须。这30岁的莫非是陆虞后？这帮破贼到了此地还不放过我！恩公，我劝您还是小心提防为好。俗话说，吃饭防噎，走路防跌呀。都过去6、7天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是不是想的太多了呢？可能是我太多疑了吧。你来了有些日子了，冬天到了，这天王堂四面透风，再叫你把守，把你冻坏了，这柴进大官人那儿我也不好交代呀。这样吧，此去往东15里有个大军的草料场，这每月缴纳草料的时候，都有些惯例钱。原来是个老军在那里看着，如今呢，我想让你过去替他，让他来看守天王堂。你也去那里转几管盘缠。老君，官营差这个林冲来替你，你回去看守天王堂，这就交割啊。停！
进来吧。你看到那边了吧？还有这边，哎呀，这些都是仓库，里面啊都放着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可千万不能有差池啊！你看那门上都贴有封条，上面啊都有官印。一会儿啊，我就把草料场的钥匙啊交给你，你一定要好生看管，千万不能出现差错啊！钥匙你拿着，我们到房间里暖和暖和去。哎，走吧。以后啊，这些锅碗瓢盆都借你用了。天王堂也有我吃饭的家伙，您老随便用。哎，好的。以后啊，你要是想买酒吃的话，就带上这葫芦。出了草料场，往东走2、3里地，有一个小店儿，那里呀有卖酒的。有酒就好。一个人在草料场闷了就喝点酒，自己跟自己说说话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哎，你得罪的人势力不小啊。你这条汉子，铮铮铁骨，看上去一身的本事，到这里干一个老头子干的营生，怕这情况不妙啊。哎，此话怎讲？且不管那些贼人来不来害我，我又能到哪里去呢？敲声，草场宵禁，小心失火。天黑敲声，草场宵禁，小心失火。天黑敲声，草场宵禁。
小心碰头。这是龙门吗？不是，这是里门。不管有天大的人物到这里来呀，都得对我低头躬身行礼。官人，只顾看着姐姐做什么？还不赶快让她坐下？啊，娘子，娘子，这里没有座椅，只有这个圆木墩，可以当成上座了。来，这木头好凉啊！啊，是啊，我用它练功啊，练得我不怕寒冷。那你睡觉铺的稻草又叫什么？龙须草吗？刚一进来，看到你这里破败凄凉的景象，我心里感到非常难过，我差些背声哭呢。没有啊，其实，你遇见我是好命啊！你看，我每天都在这里等着你。如果换成是另外一个人，在这里偷偷养败事，你来了就对你拳打脚踢，还把你赶走，那你怎么处置啊？那好啊，言语都说尽了，只是不曾打过我。好了，你打我，你打我呀！你打我，你打我！他这一路走来很辛苦的。哦，我去倒碗水。娘子，以后呢，还望你不厌贫穷，也不嫌我们的草料场的栖身草地破败凄凉，能够安心服侍我，让这个地方虽是冰天雪地，却温暖如春。这房子四面透风，怎么过得了冬啊？下完这场雪，要让泥瓦匠来修修这个屋子。客官从哪里来呀？认得这个葫芦吧？哦，这葫芦是草料场老君的。哈，既然是草料场看守大哥，您稍坐一会儿，天气寒冷，先吃上3杯酒，也好去风寒呀。是啊，天
天气冷，犒劳一下自己。只怕自从你走后，铁狮子这是好大的雪啊！夜风吹透小轩窗，星星月亮全变瘦。只怕自从你走后，心里独立太难受。牵挂月月又年年，无眠半宿又一宿。何日再相逢？那天再聚首。当面诉别情，花间一壶酒。喜鹊连声叫，黄狗轻声吼。古桥西流水，蓝天大日头，蓝天大日头。失火了！真是亏了管营、差拨两位用心啊！我们一回京城禀过太尉，都保你二位做大官。林冲这回吃了我的对付，高衙内的病必然要好了。张教头那厮354托人情，据说你的女婿没了，女儿改嫁了。张教头就是不信，叫我家衙内病越看越重。太尉特地使唤俺两个，叫上二位干这种事，不想而今完备了。小人爬墙进去，在四下草堆上点了10来个火把，看那林冲能上哪儿去？这火已经烧了8分了。哎，假若林冲逃了性命，烧了大军的草料场，也是个死罪。我们回城去吧。哎，不妨再看一看，时上林冲的骨头回京，到府内见太尉和衙内，也说我们会干事儿啊。那咱们回去看一眼。好。
若不是大雪压塌了草坪，我早被你们烧死了。来人！奸贼！林冲，你杀不了我！
贼！我自幼与你相交，对你只有恩情，你为何要加害我？不是我想害你啊，是高太尉索命，我不敢不来呀。此乃天理昭然，忽悠善人一时。因为这场大雪压倒了草厅，让林冲躲进山神庙，才救了林冲性命。山神在上，林冲实在不愿杀人害命，只是苦熬做梦挣扎的回来，屈臣在小人之下。林冲实在上无可让，忍无可忍。今夜林冲何等扬眉吐气，光明磊落！小人是牢城营差使人，被雪打湿了衣裳，想借火一烤，望其方便。啊，你自己烤去吧。啊，多谢。来，来。来，搭上。这炭火上的酒好香啊！小人还有一些散碎银子，能否卖一些与我吃啊？我们日夜轮流看守这个米团，现在都4更天了，天气这么冷，这壶酒还不够我们几个喝的呢。你呀就不用想了。哎，胡乱卖几两，挡挡寒气嘛。哎，我说你怎么这么啰嗦啊？别再纠缠了。市井那边的小店，不知道打烊没有？不如到那里看看。哎，没奈何。出去吧。快走吧。真是。快点，快点！再不走，把你吊起来！
哎，你为什么还不走啊你？再不走，我让人把你吊起来！快走！呀！走！都走了，老子快活持久。痛快！好酒！这杯酒是敬你的。我今天第一次自己叫自己老子。自杀了陆谦、富安之后，像开闸放了江河水，杀气收不住。挣扎回去，与你相聚的日子再也没有了。好大的庄园呐！什么人敢绑我？快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这厮还自好考！给我打他！等大官人醒了，先问清楚他是什么人。要是恶人，哼，就送官府打！给我狠狠的打！来吧，来呀！林教头，大官人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呢？一言难尽，还不赶紧松绑！是是。
这就是火烧草料场，林冲不得不杀人的事儿。真是没想到兄长的命运如此多舛。兄长，这是我的庄园，你就在此住下。大官人，打听好了，沧州牢城营里，管营首告，林冲杀死了差拨、陆虞候、富安3人，还放火燃烧了大军的草料场。现在州府里做工的，沿着乡邑、道店、村房，四处张挂悬赏通告，还出3000贯赏钱，挨家搜捕，捉拿正犯林冲。不是大官人不收留小人，只是怕查到大官人府上，牵累大官人不好，既蒙大官人仗义疏财，还望大官人借小人一些盘缠，投奔他处栖身。好。兄长，我这儿倒有一个投奔的好去处。是哪里？啊，此处是山东冀州管辖的一个水乡，唤作梁山坡，方圆800余里，中间是丸子城、廖儿洼。此处有3位好汉，在此落草为寇。为首的叫做白衣秀士王伦，第2的是摸着天杜迁，而第3位呢是云里金刚宋万。原来是那里。这3位好汉手下有700、800喽啰，大家结社。我与他们交往甚厚，和他们经常有书信来往。我现在就可以给兄长修书一封，兄长可以投奔他们。走一步算一步吧。哟，客官里边请。客官，您哪几两酒啊？来1斤酒，2斤熟牛肉。好嘞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小二，这儿去梁山坡还有多远？这儿去梁山坡只有几里路，不过只有水路，没有旱路。如果您要去的话，只能坐船去了。客官，您的酒来了。客官，您请用。
小二，船呢？天色已晚，到哪儿去雇船？我多加钱。哎呀，这么冷的天儿，怕是找不到船了。小二，借笔一用。你好大胆，在沧州犯下滔天大罪，到处在缉拿你。现在到了这里，如今官府出3000贯赏钱捉拿你，哈哈哈！我们要领着赏钱。黑店不让人喝酒，真的要拿我？哼，我拿你又如何？给我上！豹子头！啊，兄弟，快快请起。这位兄弟如何知道我的名号？啊，哥哥壁上诗里面写下了名字，脸上纹着金印，身手这般了得，想来必是京城80万禁军教头林冲。惭愧，敢问兄台如何称呼？实不相瞒，小人姓朱名贵，本为山寨王头领手下之人，人送外号汉地忽律。啊，失敬失敬。山寨让小人在此以开酒店为名，打探过往商客。但凡有财帛的到了这里，轻则蒙汗要麻烦，重则登时结果。方才见兄长一心只问梁山伯，因此才未敢下手啊。来，小弟敬兄长一杯，干！干！不知兄长缘何到此啊？实不相瞒，官府追小弟追得急，无处藏身，所以投山寨入伙。哦，既如此，定有人举荐呢。沧州横海郡故里柴大官人举荐。莫非是那小旋风柴进？正是。哦，那柴大官人和山寨王头领交厚已久，书信来往甚密，常听兄长豪杰。没想到今日相会啊！既有柴大官人书信相见，想必王头领必当重用啊！谢谢这位兄弟。
几位哥哥，这位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，绰号豹子头。林冲见过3位头领。这是柴大官人写的举荐信，林教头被高太尉陷害，刺配沧州，那里又被大火烧了大军的草料场，无奈之下杀死3人，逃至柴大官人家。柴大官人对林教头好生相敬，特写了书信举荐入伙。那就请林教头做这第4把交椅，朱贵，你就做第5把。林教头，请。拿酒来，今天我要与林教头把3巡。教头，教头，我也没什么本事，就是身长，被人叫做摸着天。教头，坐下来。路上听得朱贵讲，这王伦是个不及第的秀才，气氛屡试不中，聚集杜迁、宋万于梁山泊，又没十分本事。杜迁、宋万武艺也只是平常，他们当知道我必然有好武艺，要是我和他们强占头领，他们怎能迎敌打得过我？一定会发付我下山去，免之后患。拿来。柴大官人举荐教头来我寨入伙，理应款待。怎奈小寨粮食缺少，房屋不整，人力寡薄，真恐怕日后耽误了足下，也不好看呐。略备薄礼，望其笑纳。找个大点的山寨，安身歇马，切勿怪罪。3位头领，小人千里投名，万里投主，凭柴大官人面子，竟投大寨入伙。林冲虽不才，还赐往收入安身立命，日后只当一死往前，实乃平生之幸，并不是为银两而来啊。我这里只是个小去处，怕安不下你的身子。哥哥在上，恕小弟多嘴。虽然山寨里粮食少，可是远近村镇我们可以去借。山长水泊，木质广有，就算想建1000间房子都够了。这林教头是柴大官人力荐过来的人，你让他去哪里呀？更何况柴大官人对我们山寨历来有恩，如果让柴大官人知道我们没有收拿林教头，那如何交代呀？哥哥，山寨里也不缺他一个人，如果哥哥不收留他，柴大官人怪罪我们不说，更显得我们兄弟无情无义啊！看在柴大官人的面上，留他在这里做个头领也好，不然传出去我们这么没义气，叫江湖上的好汉耻笑啊！兄弟们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他在沧州犯下的是弥天大罪，
今日上得山来，怎知他安的什么心？要是被他擒了，交给官府，抵消了他的罪过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啊，三位头领，小人犯的是死罪，那3位头领又怎么可能抵得了罪？好，既然如此，为表示你真心想入伙，去纳一个投名状来。啊，小人颇识几个字，请拿纸和笔来，我这就写。哼，林教头错了，凡是有好汉入伙，须纳投名状。只要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，将人头现纳，这样呢，代表你从此再也没有回头路，头领们对你也不会心生疑惑。这就是所谓的投名状。林冲也杀了几个该杀之人，只是没有带上头颅，这也不难，我这就下山去，就怕遇不到可恶的该杀之人呢。随便杀个人来，怎能随便杀人？害我者只是高俅，我害他人，他人何辜啊？给你3日时间，3日之内带来投名状，容你入伙。3日之内如果带不来投名状，就请你另谋高就。朱贵，带他去馆驿休息，叫几个喽啰陪他去找投名状。是。教导，咱们赶快走吧。请。是狼嚎。林教头，头领，教头，投名状在哪里啊？今天实在是没有一个过往的行人呢。教头，明天你要是再拿不到投名状的话，就不必回到这里了。投名状在哪里啊？明天你要是再拿不到投名状的话，就不必回到这里了。
是北山，今天去南山。走。有人来了！慢！那老人可能是个员外，让他安享天年吧。那柔弱女子分明是他的家人，我下不了手啊。那2条壮汉虽然拎了2根棍子，可那也是人命啊，让我如何下得了手啊？投名状真的好难呐。那王伦想必早知道我不肯滥杀无辜，所以故意把我赶下山。落草为寇，天地仍容不下我。去东山。且慢，既然不肯杀人，东南西北山全转遍了又如何？如果不杀人，那就只劫财物。王伦见了钱财，兴许会留我。走。
汉，不要再斗了！两位好汉，住手！不要再斗了！两位好汉，真是武功高强，兵刃使的是神出鬼没，令在下大开眼界。这位是俺兄弟豹子头林冲，请问，阁下是？你是豹子头林冲？原来是林教头，难怪武功如此了得，久闻大名啊！这位好汉是？俺乃3代杨家将将门之后，武侯杨令公之孙，姓杨，名志。你做过禁军教头，俺曾在年少的时候也中过武举，做到殿司制使官。原来你就是青面兽杨志，久仰久仰，久闻哥哥大名啊！原来是杨志士，真是久闻大名。这位英雄是？在下白衣秀士王伦。哦，原来是梁山的头领到了，失敬失敬，岂敢岂敢。不知杨志士怎么沦落到此方啊？哎，说来话长。那道君皇帝盖万岁山，差遣10个智使去那太湖边上搬运花石纲，交纳回京。谁成想，到了黄河里起了大风，翻了大船，失陷了花石纲。俺不敢回京交差，便躲到他乡躲避。如今上面赦免了俺们的罪过，俺便凑了一担财物，准备去东京的枢密院打点，求个官复原职，便途经了此地。既然是杨志士到此，何不到山寨吃几杯水酒如何？既然都是梁山好汉，那俺就跟你走一遭。更何况今日有幸跟林教头交手，真是痛快，这酒更得吃了。好，那就请吧。好。请坐。诸葛兄弟，赶快安排人多杀羊上好酒。今天我要好好招待杨志。留下我林冲，实在显得他们不济。不如做个人情，留下这杨志，和我作对，对我牵制。这位兄弟，他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，唤作豹子头林冲。可恨高俅那厮把他赐配到沧州，在沧州又犯了事，如今也是刚到这里，想要入伙。杨志士，不是林冲诱惑志士，你看，连王头领都弃文从武来此落草。你是戴罪之身，虽说被赦免了罪，但我看也难以官复其职了。何况高俅那厮掌握着兵权，他是容不下你的。不如来小寨歇马，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，大秤分金银，同做好汉。不知志士意下如何？蒙林教头好意。只是在下有一个亲眷，现在东京居住。前者官事连累了他，还不曾报答。今日我还是想去再走一遭，还望众位头领还了俺的行李。若是不还，杨志空着手也要回去。既然杨志士不肯在此，怎好强逼你入伙呢？请放宽心，留宿一宿，明天一大早为你送行。谢大头领。却不知哪里的好汉如此的英雄了得，能劫了那青面兽杨志押运的生辰纲。
作敢为。那厮林冲缩头缩脑躲在梁山坡上，终日只是残喘，想着报仇雪恨，却埋没在王伦的小人清白眼下，不知作为。山明苗郎，到，给你们3分钟时间，开始一条安全通道。是，1分50秒继续。走。小兔崽子，不吹牛逼你会死啊！不吹牛你能死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你别乱套了吧！团长，你没事吧？团长，什么情况？团长，团不好了，团长不见了！团长，快给我找！老康，意外吧？你的这颗脑袋，我是一定要看的。怎么样，认输了吧？康雷什么时候认过输啊？你这叫偷鸡摸狗。偷鸡摸狗。我们是特战旅、特种部队。你让我的兵摆开了跟你机械化部队正面对抗，哼！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了，你看我范天雷像个傻子？你不是傻子，我也不是傻子。一城一池的得失不能定胜败，绝境可以激发最大的战斗力。知道什么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吗？所以你别高兴得太早啊，小心你的脑袋被我的步兵砍掉。怎么样，20年茅台想喝吗？喝呀，当然喝。哎，你不能喝，你还在指挥状态。下酒菜。太好了，我们的特种部队抓住了红军铁拳团的团长，摧毁了他们的团部。命令，全面发动总攻，趁此机会全歼铁拳团。是。看到啥？来，快吃，来了，来。
你打什么打？有病啊你们！咱不吃，不吃哪打仗？兄弟们，吃，吃。报告指导员，我们联系不到团部了。怎么回事？通信断了。会不会设备出问题了？刚刚检修过，怎么可能呢？那家里设备出问题了？家里刚配发的，更不可能了。这么说，那唯一的可能就是老挝被断了。指导员，赶紧撤吧！再这么打下去，全完蛋了。现在还剩下不到一半的人，你快拿个主意，咱们撤吧！我接到的命令是4守29亚高地，那是通信中断以前的命令。现在没有接到新的命令，你是这里的最高首长，快拿个主意，咱们撤吧！老黑，我告诉你，我神枪手4连没打过败仗，指导员已经快败了呀！再这么打下去，全连的编制打光了，那才是丢人呐！指导员，听我一句话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咱们将来有机会了，撤吧！撤！是。等会儿，不能就这么认输了。逼急了，老子跟他打游击。指导员命令撤退！打！撤退！咋说撤就撤了？再不撤就撤完了！快回值日班去！撤！我一个坦克连，给他们打成这样，这不是瞎指挥吗？康师傅他怎么了？他疯了他！这么散的进攻方式能不输吗？我估计康师傅他们肯定这老锅给端了，否则的话不会这样的。连长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往哪儿走？啊？你让我临阵脱逃是不是？全连都没了，你让我往哪儿走？不行，我回去。你走。连长，你不能回去。我不回去怎么办？全连都没了，你这不是让我当逃兵吗？我们全家都是当兵的，什么时候收我当兵啊？再说了，这是演习，你让我将来怎么面对咱们全连？你让我怎么面对咱们全团？我这张脸往哪儿放啊？还？那不行，要死我也要和你死在一起。行了，你跟他们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我也没当过逃兵，我也是咱6连的兵，要死我也要和6连死在一起。王彦兵，我真没看错你。你不仅仅是军事上会，人品也是杠杠。我知道你跟咱们6连感情非常深，但是你必须得走，我得留下来，明白吗？因为你得代表6连跟他们干，代表6连跟他们战斗，你懂不懂？连长，我不要再说了，你信不信我敢毙了你？走，走啊！别打了，往左一推，往左一推。6连，
你。动不了，老给班长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也全完了。他们团现在损兵折将，就剩不到2营了。我们是来搜索漏网的同志的。我们现在就剩下2个营了。剩下2个营就不错了。蓝军太狡猾了，团长都被抓了。团长也被抓了。蓝军特种部队的斩首行动直接把团长抓走了。我们现在在仙人洞集结，收拢队伍。铁拳团被打败了。还没有，还有我们。我们是机械化步兵团，虽然没有坦克，但是人还在，千万不能气馁。人不是铁饭食缸，不是一顿不是饿的慌。来，快点，来。大彪，怎么样？叶明，二牛，你还活着，叶明？怎么我听你这话这么别扭？我是鬼啊！不是我的意思是，你没死啊？哎呀，你没成立？哎呀，这个嘴啊，这。哎呦，我这个脑子啊！行行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哎，我们6连呢？我们只找到你一个6连的人。先歇会儿。走，过来吃点东西。来来，坐。现在就剩我们几个在这儿了。下一步该怎么办？谈谈你们看法吧。参谋长，我想反击。反击？你拿什么反击？我现在要啥没有，我1辆坦克、1辆步战车、1门火炮，现在都能给你。让我试试吧。说说你的看法。虽然我们现在失去了大型装备，但是我们的枪还在。狙击枪号称是远程小型火炮，再加上咱们4连人人都是神枪手，每个人都会使用狙击枪，所以我建议把全团的狙击枪集中起来，全部配发给4连，然后化整为零，
把他们分成20到30个狙击小组，咱们和他们打游击战、打麻雀战。但是，蓝军的技术与装备比我们好得多，我们有信心打得赢吗？不错，他们的装备完好无损，而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，连无线电联系都失去了。但是我认为，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，因为他们不可能对我们进行无线电跟踪，不可能对我们进行网络信息战的跟踪。还有，你们看，在这山林里，所谓的航空侦察、卫星侦察都失去意义了，这样逼得他们和我们面对面的作战。而狙击步枪射程这么远，我相信蓝军一点便宜也占不到。同时，我建议你把其他官兵也分成小组，四处点火，让他们疲于应付。这好像是特种部队的做法。没错，我知道你是狼牙特战旅出来的，可是蓝军有你的老上级、老部下，你带着4连去和这些经验丰富的特种兵作战，你有信心吗？首长想听真话吗？说。我的兵我了解，如果真的和特战旅的人遇上了，那就死定了。但是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有20-30个狙击小组，可以分布在上百公里的范围。这样，他们在疲于奔命的情况下，不可能把我们一网打尽，而我们呢，可以自由猎杀，而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。蓝军司令高士威中将。没错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给红军指挥部减轻压力，让他们重振旗鼓。如果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都具备的话，我们完全可以创造奇迹，成功狙杀蓝军总指挥高士威中将，一雪铁拳团被斩首的耻辱。还有什么不同意见吗？不，没有。现在，我命令把所有的狙击步枪集中起来，交给神枪手4连。是。5号命令，所有狙击步枪集中到4连。5号命令，所有狙击步枪集中到4连。班长，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狙击步枪交给4连？4连要组织狙击小组出去。可我也是狙击手。你，人家可是神枪手4连，个个都是神枪手。你呀，省省吧。班长，命令，马上执行。严斌，这把狙击步枪是我的生命，现在要交给你们4连。跟我一起去，我跟指导员说过了。指导员，列兵完兵，到。你不是我们4连的兵，但是新兵连的时候，我知道你是射击能手，愿意和我们并肩作战吗？报告。被人斩首了，全团编制被打散，所有大型装备、火炮、装甲全都没了。但是我们的枪还在，神枪手4连只有枪在，就有胜利的希望。我们老红军团的前辈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敌人的火炮、坦克，你们，我们当代的士兵。在优势敌人，海陆空信息战全方位围剿下，有没有信心打败他们？有。我们铁拳团从来没打过败仗。你们每一个人都经过严格的射击训练，你们是当之无愧的神枪手。虽然你们不是每个人都经过狙击战的训练，但是
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我命令咱们全连化整为零，和敌人大举击战。也就是说，从进入敌后，我们不再联系，一直到战斗结束。如果有幸活下来，自行回见；不幸阵亡，等演习结束之后，我请大家喝酒。但是，我丑话说在前面，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，即使你不是神枪手，我不格提拔你；如果表现不佳，你是神枪手，对不起，交出你狙击枪。明白吗？神枪手4连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好。告诉我，你比他差吗？不。证明给我看。首长，我走了。这次就派你的了，我会尽力的。嘿，到，出发，是。全体都有了，向右转，跑步走。谁呀？打得好，打得不错，谢谢老黑班长。班长，你们在干啥呀？撤！这个叫没人挡住，马上我们去干。啊！走，是。班长，要如何呢？这。群铁红的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打掉他。打什么打？600弹的导弹。我没有翻那么软蛋。
狙击步枪啊！别闹了，狙击步枪的子弹能穿透装甲，挠挠痒子够格的。别着急，你看，最后一辆是指挥坦克，那个露出来的是车长，也是连长。你怎么知道那就是指挥坦克？你看车上的天线，这天线是为了跟上机联系用的，只有指挥坦克上才有。我们虽然打不穿他们的装甲，但他们的人愣在那里。我们先射击连长和指挥坦克驾驶员，指挥坦克就失去了机动能力，只能瘫在那里。可是他们有那么多坦克，枪一响，他们都会缩进毛毛壳子里，通过潜望镜观察外面。我们在几百米外的山上，潜望镜的视野是有限的，想通过潜望镜找到我们难了。我们就挡着他们的眼睛，看潜望镜。对，我们对着潜望镜逐个点名，没有潜望镜，他们开不走。驾驶员，往左边走。那也就是说，就靠咱们两个狙击手，就可以消灭一个主战坦克连？没错，这叫4两拨千斤。怎么样？干不干？干！我们先从指挥坦克下手，接着打了领头的，把他们憋死在山缝里。我打连长，你打驾驶员。准备，3、2、1。狙击手！他们果然在使用潜望镜。要是咱们有反坦克导弹，他们肯定全跑。狙击步枪号称小型远程火炮，我们这样干。我从前往后，你从后往前，挨个点名。好，轻松愉快解决战斗。连长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不要问我，我都已经战死了。潜望镜被狙击手击中，仪器已经失灵了，现在该怎么办？给我来支烟。明白。还是我高明吧？那必须的，连长比较英明。那是，得让那帮小子狙我。他们开始放烟了，打不了了，撤，清理战场。这就跑路，他们会呼叫炮兵支援，搞不好再来个远程火箭炮覆盖，我们只能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一旦被发现，我们就跑不了了。走吧，支援等我。不会吧？狙击手打坦克，弓箭战的，没那么巧吧？不是巧。神枪手4连，除了他，还有谁？是他。他是谁？这孩子，我果然没看错他，天生的狙击手。这些年他没白过，一直看他父亲留下的资料。你说的到底是谁啊？我们走吧。哎，你现在去干嘛呀？狙击小组早就撤了。我看看他留下的狙击阵地，射得怎么样？能不能达到我的标准？你越说越生气了。神枪手4连再怎么说，也是步兵连，能达到你的标准，
何方神圣啊？山明啊，这有些人呐，天生就是干这行的。我们走吧。我还真想见识见识。同志，你被捕了。小牛，你没听过一句话，叫站得越高，跌得越狠吗？你们是怎么发现的？您藏头不藏尾啊，完全鸵鸟吗？俺已经藏得很小心了，怎么还是被发现了呢？伪装的怎么样？同志，你们也被俘了。诺言。战场上闹腾什么？你们俩整整迟到了3分钟。哎，可是我们打掉了一个坦克连。一个坦克连算什么？就算打掉一个坦克团，也不能迟到。战场上就算迟到1分钟，有可能误打事儿的。是少爷。我都听说了，你们俩搞掉了一个坦克连，好样的！应该的，不吹牛能死啊！走吧，兄弟们等你们呢。确实是招手，这里可以对下面全面控制，又方便撤离。我小看步兵连了。参谋长，还是太嫩呐，留下痕迹了。没经过系统培训，自学成才，必然留下破绽的。吴浩，你说的到底是谁？你认识？认识？你看见你就明白。你们都认识？越说越神秘了。牺牲的烈士是永恒的，到时候你们就明白。走吧。是。